Hello， 寶寶們，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今天這個視頻呢，不是年度最愛。看了這個標題跟封面的姐妹們進來了都知道，我今天又要誇一個，世界上最好用的護膚品，沒有之一，就是當當當當凡士林。我這邊有2罐，那這2個有什麼不同呢？就是一個是粉色的，一個是藍色的。藍色呢就是它最原始的版本，那個粉色呢是寶寶用的。雖然說是寶寶用的，但是它相反就加了香精，還有一個是可可味道，好像是棕色的封面，那個我沒有買。这个就像宝宝的那個香噴噴的痱子粉那種味道，也挺好聞的。有時候拿這個擦手，手上味道挺好。我今天用的這個擦手，我前2年錄了一期關於凡士林的用法和好處，然後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評。當然了，也是會有反對的聲音的。那支視頻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流量，也是我在各大平台播放率最高的一個視頻。今天呢，就回饋給大家，跟大家再具體的解釋一下為什麼凡士林是最好的抗老護膚品。視頻有點長，如果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先收藏起來，等你有時間了再慢慢的琢磨，慢慢的細敲哈。第一點呢，就是它的強效的保濕功能。凡士林是在這個世界上可以用到我們的護膚品裡面的保濕能力最強的保濕劑，沒有之一啊。比如說甘油啊，比如說是一些多肽，它也有保濕的這種效果。比如說玻尿酸是比較新興的輕薄型的這種保濕劑，那它同時還會吸收水分。那凡士林的保濕的能力要遠超於它們，它可以保護你的皮膚90%以上的水分不流失，所以它是最強效的保濕劑。那我們也知道，我們在皮膚的護理過程中，那你想抗老，那個保濕是絕對不可能少的。因為衰老是什麼？衰老其實就是我們身體的一個新陳代謝的一個減慢。你會發現，這個乾老頭、乾老太太是不是越老它就越乾嘛？所以保濕對皮膚的抗老是絕對不可缺少。在眾多的保濕劑裡面，選擇盡可能幫我們 hold 住水分的、hold 住水分能力大的這麼一個成分，所以這裡面就少不了咱的凡士林。保濕這個功能上怎麼使用呢？你每天洗完澡或洗完臉，在你臉上，皮膚上還有水分和濕氣，就趕緊的塗一層凡士林，在前面的產品沒有完全乾透的情況下，後續再使用，反正就是前面是濕的，才能更大程度的保證你這個水分不流失。第2點就是它足夠的安全，小 baby 剛生出來的這種小寶寶也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說你有曬傷，比如說你有割傷、拉傷，這個或者是因為去了乾燥地區，這個皮膚因為乾裂產生了這種小傷口哈，這些東西都會直接的破壞我們的皮膚細胞，導致我們的皮膚衰老。那麼凡士林用它既可以緩解乾燥，又可以起到封層，不受外界的影響，因為它足夠的安全。那麼你之後再上一些其他的護膚品呢，你的傷口也不會因為其他的護膚品而起到這種過敏的反應，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保護、封層，然後隔絕的這樣的一個功效。因為它足夠安全，你可以放心的使用在這些皮膚上的小傷口，讓皮膚快速起到一個自我修護、自我療癒的這樣子的一個作用。第3點就是它可以有效的抵禦外界環境對皮膚的刺激和傷害。夏天，比如說防曬，紫外線過度的照射之後呢，就會水分流失，所以它可以起到幫你快速的修復你的皮膚因為曬傷出現的各種乾燥或者是各種這種炎症的情況。那麼同時呢，它又可以在寒冷秋冬季節幫我們隔絕外界乾冷的空氣，比如說風沙呀，對吧？你外面刮着大風，用其他的東西它沒有隔絕的作用的話，你的皮膚就嗖的，現在像小刀剌一樣的，就會出現各種的傷口。這種小傷口隨着我們的年齡的增長，新陳代謝的減慢，它就有可能造成黑色素沉澱，形成這種色斑。所以凡士林它也可以幫我們起到這種隔絕外界這種糟糕環境和保護我們的皮膚不受外面環境所影響的這樣子的作用。那在這個程度上，是不是也是可以起到抗老的功效呢？第4點就是它的修復抗老。凡士林本身它並沒有修復的功能，就是它沒有裡面任何的一個因子啊，什麼元素、蛋白質哈，可以幫我們支起來我們這些小受傷的這種皮膚。但是它又是我們皮膚自我修復的一個安定劑、保護劑，就像罩了一個罩在受損的皮膚上。自身的自愈功能在抗老的過程中起到了絕對重要的地位，應該是第1位啊。我們身體上90%多的這種修護都是我們自己身體產生的能量，就是自愈比外面你吃什麼抹什麼都要重要。那凡士林它幫我們加速皮膚的自愈，比如說因皮膚乾裂呀，或者是傷疤呀、燙傷啊、刀傷啊，任何這種皮膚裂口子的這種狀況，就是它在自愈過程中給它一個保護的機制，凡士林就有這個作用。
有這樣作用的保湿劑，安全的保湿劑，就加上咱们前面刚才说的这几点，没有。就凡士林目前可以起到这个功效。接下来第几点？第5点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绝的作用。这个隔离的作用是，涵盖了前面所说的4点之后，它这个隔离是隔离什么？脏空气和污染物。我们皮肤的老化，你说这种氧化的这种程度，脏空气或者是污染物质对皮肤的这种伤害，也是我们皮肤衰老和氧化的元凶之一。那麼凡士林呢，它可以阻隔這些東西，同時它也可以阻隔比如細菌對皮膚的這樣子的侵害。受污染的這種環境中，比如說風沙啦，比如說沙塵暴啦，比如說這種不好的天氣了霧霾了這種天氣，你就可以使用凡士林來起到一層隔絕的這樣的作用。凡士林我建議不要摻在護膚品裡面用，因為它有隔絕的作用。所以如果你的護膚品有一些營養成分也好，有一些功效成分也好，它就有可能削弱你這些功能產品的作用。所以說我建議是先把你要擦的東西你要吸的營養都先擦到裡面，最後呢，你把凡士林擦在手上，手上有點凡士林的質感的時候，輕輕的粘在皮膚上，白天就可以這樣用。如果還嫌黏的姐妹們，可以輕輕的上一層散粉。第6點呢，它可以幫我們起到抗氧化的功效，跟剛才一樣，它本身並沒有抗氧化的成分凡士林有強效的保濕、修護屏障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強我們皮膚自身的抵禦自由基的功能。那我就建議大家可以晚上使用，也是把你比如說你的抗氧化成分 VC、VE 或者其他的抗氧化的這種高檔成分先塗在臉上，它就可以促進這些成分讓皮膚更好的吸收，同時又可以保護這些成分在我們的皮膚上不因為水分蒸發而流失。所以這一點是不是它的抗老作用？第7點呢，它是可以幫我們起到解壓的作用。現在這個社會我們的壓力很大，我認為可能1半以上的皮膚問題都是因為我們的日常壓力造成的。我現在是特別的注重自己解壓。那凡士林它也是可以，比如說你在一定的壓力的時候，你可能會出現一些紅疹出現一些皮膚過敏的狀況，那它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舒緩，也是綜合我們前面剛才所講的所有的功效，更好的平靜下來，做一個這種皮膚按摩緩解皮膚乾燥的同時，又可以讓我們身心得到這個解壓。第8點呢，它可以改善膚質，均勻膚色，快速的淡化黑色素。那同理，它沒有任何的美白的成分在裡面，但是因為它有強效的保濕跟促進皮膚新陳代謝的這個能力呢，它在保濕水合的同時，讓我們的皮膚新陳代謝更快，所以讓你之前因為比如說曬斑因為痘痘產生的這種黑色素沉澱能夠快速的代謝下去，同時還可以更好的修護，那就不會再產生下一波的炎症。我已經很久不用這種貼片式面膜，我並不是說貼片式面膜沒有任何的作用，不是這麼講的，而是說你用了這些東西之後，你明白貼片面膜的原理之後，凡士林就是一個行走的貼片面膜，你可以晚上用，你還可以白天用，你可以臉上用，你還可以腳上用，因為凡士林本身它就起到封層水合的作用它比貼片面膜還要什麼更溫和，沒有任何的防腐劑，沒有任何的刺激的成分，所以它真的是一個行走的這種保濕面膜。第9點呢，它是可以長期使用、長期抗老的。它不僅可以使用臉上，它可以使用我們身體的各個角落各個角落真的是哪個角落都是安全的。它不僅可以使用咱們自己，它可以老公、孩子、父母都是可以安全的使用的。那麼長期的去用一些東西，你就不必去等到我要去下單購買一個護手霜下單購買一個什麼擦腳霜就是你只要家裡必備這個，你時刻乾燥，時刻使用。甚至有些姐妹們聽了我上一次講凡士林之後呢，她們都把凡士林時時刻刻的放在包裡，尤其是秋冬季節，哪裡乾燥哪裡補擦。所以在這種長效的、長期的我們養成的這種，哪兒乾咱們補哪兒的這種狀況下，經過咱們這樣的維護我們的皮膚就是會比別人的年輕。以上就是凡士林所有的這種抗老的功效了。那麼接下來有跟大家回答幾個問題，因為上期視頻出來之後呢，有很多不同的聲音第一個說的是它會堵塞毛孔，但凡說凡士林堵塞毛孔的姐妹，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被堵塞過它本身是不會堵塞任何毛孔的，這是有很多的這種科學的論據在這上面，包括我今天講的每一點凡士林的抗老的作用都是有科學的論據有別人這個白紙黑字兒有這個數字
表現出來的論據放在裡面了，我也不在视頻裡面跟大家講。特別想追究這些東西的話，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先有好奇心，然後我们一起學習成長。凡是你分子足夠大，它不會因為它自己這些什麼東西去堵塞到毛孔的，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當然，你也會找到類似於這樣子的論文，學術論文告訴你，這些人用了多少人，因為凡士林堵塞毛孔造成各種各樣的狀態。所有的東西都是有正反兩面聲音的，光有正風聲音沒有反聲音，你也要三思，對不對？所以這都不是問題。幾乎大部分護膚品都使用的一個 base， 不可能的被我們皮膚所吸收，造成皮膚的敏感。但是在這裡想跟大家說一些禁忌，比如說你這個皮膚在冒痘，這個炎症在裡面噗噗的發裡面要不是出膿要不是出水的狀態下我是不建議直接去敷一層凡士林的。你要消炎，因為你这个細菌都在裡面。無數次提醒大家，痘痘不是外面特別髒，你的臉沒洗乾淨，或者你的妝沒有卸掉造成的，這些原因有很少，我覺得5%應該都不到。大部分長痘的問題其實就是那個髒東西它需要排泄出去，它從了我們這個拉屎撒尿排泄不完之後，我們因為我們身體原因，它從我們的皮膚上展現出來要排泄出去，所以你那些細菌和髒東西是從裡面往外要排出去，排不出去，你正在冒煙，正在上火，正在有這個炎症的狀態下，你不要去使用它，先去使用你的消火的，對吧？先去治療皮膚的。那你把這個東西悶上去之後，皮膚屏障的這個健康的菌群，它也沒有辦法起到作用，因為給它隔離起來了，對不對？所以說你一定要在皮膚健康的狀態下，基本健康的狀態下再去使用這個凡士林。臉上呢，我是喜歡晚上在用完你所有的亂七八糟的這種有效成分波托的亂七八糟這些東西之後呢，你最後呢再塗一層凡士林。還有一種方法呢，就是說在我如果要化妝比如說我的眼周覺得有點乾燥或者是任何的這種皮膚哪裡不爽的狀態下，我把它拍到臉上，然後再後續的去上你的粉底真的是最好的妝前。以上就是今天視頻的全部內容，希望這支視頻可以幫得到有需要的姐妹們。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支視頻呢，別忘了幫我點讚和關注轉發給身邊有需要的姐妹們哈。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了，拜拜。